大家好，今天是12月21号。昨天的视频是跟朋友们提醒，比特币包括以太坊在这一个下跌的低档位置4个小时里面的形态，它是有一个底背离的结构，不排除有可能会出转折。那我是没想到昨天一根上涨已经是把前面的这一个下跌全部给吞掉，而且是价格短期已经又回到了这一个矩形平台里面啊，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震荡，或者是今天再来聊一下，它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多方吞噬的 K 线。昨天视频在结尾的时候是跟大家讲，你要去留意它有没有可能收成类似前面这一个位置的一根多方吞噬，第二天不排除会再来一根大涨。那今天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这2天也是华夏24节气的时间窗口，冬至上一次在小雪的位置是有一个低档的转折，一波向上，那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波转折向上？这个时间窗口它会不会在明天，还是说早就已经提前了？因为我的估计是像这种统计你前后1-2天都可以考虑进去啊，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狗狗币最近金鱼是有大动作。那在时间窗口的24节气，上一次在这一个矩形的低档，它也是命中小雪的位置来了一波拉升。那短期狗狗币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来拉升？我的估计可能性并不大，要怎么来观察的？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它的重点。短期这个位置，那这2天的低档位置，我个人是在这个位置买了一点，不过没有卖啊，因为短线有一批仓位现在是套在里面。那如果昨天你在这一个低档有再敢买的朋友，短线有获利的情况下，要不要做高抛低吸，或者是能不能转为长线？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币安 OK 返用20%，或者是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吧，就是4个小时你观察它短线的通道，像这一个低点的位置连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如果是这种通道被跌破的时候，像这种位置你可以去抄底啊。就是短线上要怎么卖，也有朋友在问我。昨天是跟大家讲，你可以看这一个通道的中轴一半，或者是布林线的中轨。其实这个位置有压力，也是在这个通道的中间一部分啊。那现在的这个位置它连中间都没过，比特币那边是已经过了布林线中轨，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是大盘很强势。那朋友是在问，就是说昨天如果有买要不要卖？我的观点是就看你个人的仓位控管，你如果是仓位很重，目的只是为了把长线的仓位给降低一些成本，那你像这种位置或者是这种位置有买，你来到这种位置你就先把一些短线的仓位给我先扔掉，或者是你留一部分仓位在那边看一下它会不会过这个位置。因为现在大盘确实是很强势，而且是收了一根多方的吞噬，就在昨天啊。那至于整个中线短期，我的估计它在这个位置就算有24节气能不能上去，我估计不会像这一波这么顺利啊。因为很明显观察一下前面这一波上去的时候，它前面的形态是怎样的？这边是有一个矩形，虽然矩形是有一部分套在这个高位，就是这个矩形的一半是有一部分套在这个高位，但是明显观察出来这边也是有一个横向的整理区，所以有一根多方吞噬出来以后，它后面整理了2根，这一根上去还会有更高点。那现在这一次有什么不同？有一点是昨天这一根 K 线它收的不是一根多方的吞噬，我没有去计算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前面这一根下跌的 K 线它的开盘跟收盘加起来，它们的一个和你去除以2，看一下，应该是目测感觉是不像是一个叉路线啊。叉路线的标准是它的一半位置必须给我过去，所以短线这个位置相对来看的话，我感觉其实就类似这个位置，感觉有一点压力。当然也不排除如果是大盘继续往上，狗狗币可能会再上去，那我前面交代的几个压力区，一个就是在这一根K 线的一半位置是在 0.08 附近嘛，或者是 0.082。如果大盘能再上去，那你要留意它上去的情况下，其实未来一段时间这个位置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也是有一个压力。那还有另外一点啊，就是如果没有可能像这种直接微上去，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没有一个平台整理区。如果是有一个平台整理区突破的时候，有可能会相对比较顺利一点，它类似这种走势会相对比较大。比特币就有这种形态啊，等下来跟大家讲。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的估计狗狗币可能会震荡的原因是什么情况？有一点是它的20MA，
20天的成本还套在这个平台，所以就算最近有一些利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排名的这一个钱包地址，在第5名的这一个什么 DDUXG， 就这一个钱包啊，之前是没看到，然后昨天是有发现，有巨鲸是转移了38亿枚的狗狗币转到这一个钱包。那至于是从哪里转的，你可以观察一下，它是从这一个罗宾汉的这一个是不是经纪商那边的某一个大客户转进来。很多人是讲这个就是罗宾汉的，我们只要知道有一个大人在这边，那有可能就是大人物在这边转来转去。我的观点是，大人物在这个短期的位置有没有可能会有动作？应该不大啊，有可能它还是在震荡，主要就是这一个20 MA 套在这个高位。那还有一点，时间也是有一点紧啊，你去观察一下，它目前如果是这边没有横向整理个20天，上面的高位会套在这个位置。还有一点就是60的这一条均线，目前是向上的，没错，所以不排除有可能它会拉到某一个高位，是不是要过了这个0.082，或者是来到这一根长 K 线的开盘价附近？但是我感觉是会有压力，因为下一步这一个60 MA 会拐弯向下，那有可能就是还在这整个中长线的区间，是不是来震荡？60的成本还有几天，马上也要来到这个高档。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是能不能到明年，狗狗币在这边横出一个2个月的一个区间，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再上去。因为比特币也是缺这种条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目前它的60的成本是在这一根哦，你拉到这个低档的话，它现在还有1个月，就是接近20天，但是这一个20的成本又不同，现在在这个位置早就已经超过了20天，所以短线上昨天来了一个多方的吞噬。那我们看一下裸 K， 就是它目前的整个区间，上面有区间，下面又有区间，你要让它怎么破得下去？我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就这一个低档位置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因为它这边有区间啊，区间这一个 N 型的转折位16200美金附近，你敢不敢买？敢买的话，昨天一根多方吞噬，那今天有没有可能会出转折？因为我在历史上的其他市场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冬至经常是会有大涨大跌，那是不是在这个币圈？币圈我是观察了前几年的冬至的时候转折大涨大跌的 K 线是很少看到，所以这一次到底有没有可能会不会类似或者是昨天早就已经转折，也是不排除，因为前后1-2天我都可以接受。就短线上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哦，昨天有提到的4个小时的这一个背离，它就是在底背离的时候，这个位置价格破位，指标不肯破位，而且 MACD 昨天也是短线上有一点背离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指标双背离的结构，价格跌破双背离，那不就是一个短线的买点？那现在一个情况是怎样？这边又有一个区间，挖了一个陷阱，能回到这个区间，而且是前面的这一个其实还是在举行震荡，你不要管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往上突破，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往下去跌破，它目前其实都还在这一个举行，有出轨，有可能还会有陷阱再回去。那如果有破下通道，有可能还是会再回进去，因为什么原因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它的这个均线图啊，就是好的一点是这边整理了接近超过20天，那还有19天这一个60的成本也将来到这个地位，但是有一点不同是它的整个年线目前还是压在头上，这整个250的成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来到这个低档。那如果我们再画一下它整个年线的成本，还有64天，那等于就是2个月左右嘛。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整个区间18000，现在虽然是在18000下方来震荡，但是感觉15000是迟迟都不肯破。如果是下一步在这个位置整理到位，在某一个时间点回到18000，如果是时间再配合，成本也来到这个低档，这一条250 MA 有可能就会来到2万附近，到时候看能不能形成一个突破，是不是会有一波小幅的上涨也高位的时候不能追。我的预测是有没有可能到时候会不会再回撤一下，然后再上去，就类似狗狗币目前的一个形态，就是这种。因为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它250的成本你可以拉到这个位置，现在还有25根
会来到这一个区间啊，它其实整个1年或者是半年的成本都在这个位置，那前面这一根突破以后再拉回，目前在震荡需要时间，然后看未来有没有可能慢慢的再上去，整个思路就是这样子啊。包括以太坊，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它现在是缺时间啊，就是因为250成本目前还在这个高位，你拉到这个低档的话，它也是需要60天左右。如果是它能在这一个区间继续横盘，因为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以太坊我个人是不看跌哦，你去观察一下它踩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在踩这一根多方吞噬的低档，就是这个位置没有破下去。那既然昨天来了一根多方吞噬，到底能不能上去？我的观点是，你先看吧，可能还是震荡。那至于时间的话，就是如果还有60天左右来到这个低档，那整个1年的成本就是全部在这个区间，不排除有可能整理到位，价格方向会不会是上去啊？当然，你如果担心的朋友要烦的一点就是留一部分资金，万一它这样子破下去，你再去抄底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